男人的第一套明制汉服应该怎么买、怎么搭配，需要花多少钱呢？我前后花了1267块，摸索出了2套明制汉服的穿搭方法，一套冬季用，一套春夏秋用，供列位诸公参考。这视频得出啊，不然你们吃什么？因为我是2025年11月入坑的，所以第一套买的是明制冬装，直到2026年2月左右，才逐渐配齐了明制夏装。截止到当下，这些衣服都和我磨合了一段时间，他们陪我下过墓，进过博物馆，逛过古建筑群，去过网红景区，打过街机，吃过早点。我能穿着汉服去那么多地方，做不一样的事儿，你们一样也可以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。夏天快到了，就先推荐夏装吧。春秋也这身儿。我的夏装是一件明制道袍，这里的道袍并不专指道士的衣服，而是明制汉服中的一种。在明朝，这种衣服很受读书人的青睐。此外，很多底层的劳动者也将道袍作为居家便服，这就是制式的百姓汉服。某些人在网上故意带节奏，说这些汉服都不是老百姓的衣服，他们眼里的百姓都应该和乞丐一样破衣烂衫。但实际上，百姓衣不蔽体是某些朝代的常态，但并不是制式的常态。道袍的形制以交领右衽为主，其他为辅。我买的这件就是交领右衽，它能把脖子秘密盖住，所以里边可以省掉内搭，因为根本看不出来。这件明制道袍的价格是189元，是西物国风的衣服。之前有人推荐汉服店铺，写了一大页男装汉服店铺。要依我看，新手不必看那么多品牌，不然刷来刷去，贵的嫌贵，便宜的嫌便宜，到最后看花了眼，入坑汉服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。不如直接看西物国风这一家，因为他们的种类多，总有那么一款适合你，而且价格是比较白菜价的，非常适合新手买第一身汉服。等把这身衣服穿上，适应一段时间之后，再去了解其他品牌不迟。因为道袍是普通人的居家便服，所以外边可以不加腰带，也可以像我一样加一根公绦，价格51元。这是和明制道袍比较契合的装饰，色彩也是非常醒目的。至于脚上的鞋，我选了一款皂靴，价格是112元。这双鞋的价格都快赶上刚才那身明制道袍了。因为我本质上是旅游博主，经常要走各种恶劣地形，所以我对鞋子的要求会比正经的国风博主更高一些。它不仅要和汉服能搭到一起，还必须结实耐用，走路久了脚不能太难受，还不能耽误开车。能同时满足以上这些条，感觉112元的价格性价比还是蛮高的。而且仔细看，它是带暗纹的，有暗纹就能增加服饰的高级感。至于手服，直接选用一款普通的飘飘巾就好，价格42元，这个随便买一个就行。明制手服中，我还是比较喜欢飘飘巾的，一来是比较容易收纳，二来是和其他明制的衣服比较百搭。买这一件手服，搭配我这2身明制汉服都 OK。其实我还有其他的手服，比如明制大帽，比如东坡巾，这些手服不那么好收纳，所以今天先不推荐，改天再议。然后我来说一说胡子，我这是一款便宜的假胡子，价格是52.7元。关于男性穿汉服留胡子的问题，已经是老生常谈了。在此重复一遍我的观点：40岁以下的男人根本不必考虑胡子的问题，过了40岁再琢磨留胡子的事儿。如果胡须不够浓密，就可以像我一样贴假胡子，这样可以大幅度增加气质。下面说说裤子，明制汉服这前后左右4面盖得都非常严实，就算裤子的画风不统一，也看不出来什么。只有在极端天气下才会暴露出问题来，但这种零下10几度、风力10多级的情况，终归是极少数情况。这日子又不是非得出门不可，所以这种情况无足轻重。等将来推荐宋制汉服的时候，再推荐阔腿裤也不迟。最后说一说眼镜，因为戴平时的黑框眼镜搭配汉服感觉有点违和，所以我选了这副金缕摇眼镜，看起来比较老式，戴上之后还有一种斯文反派的气质，和汉服的画风是比较搭配的。眼镜框的价格是113元，镜片200多元，加一起大约是350元。它可以搭配任何朝代的汉服。我们复兴汉服是为了让那些一度被摧毁的元素回归我们这个时代，而不是要复辟那些逝去的时代。所以各位戴眼镜的时候不必有什么心理压力，放心大胆的戴就是了。你可以和我一样选一款国风眼镜，
也可以戴自己平时的眼镜，舒服方便是第一位的。夏装差不多就这些了，下面我来分享一下冬装。我的冬装就是那件绿色的圆领袍，它里边是加绒的，正适合过冬。这件的价格是295元。因为我是冬天入的坑，所以我在冬天的全部旅途都是穿这件衣服走过来的，它和我磨合的时间很长。这里提一点，穿圆领袍的时候不能彻底把脖子露在外边，像我在孙殿英故居拍视频的穿搭就是错误的，应该增加一件内搭，所以我就在里边加了一件交领右衽的内搭中衣，这件是58.2元。此事在古画中亦有记载，换成谁都是这么搭。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有时候我这个领子会塌陷下去，这个情况叫做掉筋儿。刚接触交领右衽的新手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，你需要花点时间去适应它，要控制好两侧系带的松紧度，这个手感是需要慢慢找的。之前冬天出门参加活动，很多人都觉得我这身衣服太单薄，实际上明制汉服的放量极大，最里边可以先穿一件厚重的卫衣，然后穿上中衣，外边再套一件羽绒内胆，这件是单独给汉服配的，价格是93.1元。最后再穿加绒的圆领袍，能把一切都盖住，什么都看不出来。这一身能很轻松地扛住零下10度的气温。因为这件绿袍子近似于官服，所以腰上的装饰就最好换成革带，这样能显得腿长一些。实际上这都是视觉错觉，我几时也没长过那么长的腿。革带的价格是24.4元，是我这些配件中最便宜的一件。另外我还有一条简版的皮带，这是我在去泉州旅游的时候忘了系自己的革带了，于是就地乞讨了一条皮带，价格是0元。非常感谢送我皮带的热心店主小姐姐。如果各位觉得这个观感也能说得过去，就可以采用我的同款做法，省一点是一点嘛。今天的男性明制汉服穿搭推荐到这儿差不多就结束了。这么多的穿搭细节，它既重要也不重要。说它重要，是因为既然我们穿上了汉服，就该给旁人一个更好的观感，所以有必要学一些穿搭理念。说它不重要，是因为新手刚入坑时，敢于把汉服穿起来走出去，做到这一点比学10000条穿搭理念更重要。就像我们当初常说的那句话一样，踏上取经路比到达灵山更重要，先完成再完美，一步步给自己升级，打造出一个截然不同的自己。只有在踏上这条路多年之后，再次回首，你才会发现自己已经在这条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